在解决掉丹堂之事的当天晚上，萦绕着暗香的房间之中，彩铃见萧炎取出那8瓶丹药，就明白萧炎要做什么了。但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，忍不住的开口道：这医使丹真的适合潇潇吗？放心吧，医使丹虽然号称8品丹药，但药效却是极为的温和，最为适合现在的潇潇。这里面的药力会一直留存在潇潇体内，伴随着他的成长而改善他的体质，令得他最终变得完美。目光柔和地看着彩铃，萧炎微笑道，转头看了看转动着乌黑大眼睛一脸好奇的小潇潇，彩铃最终点了点头。只见潇潇刚刚将那小丹丸含进口中，它便化为一团柔和的光芒，滑进了其身体之中，然后在其小腹处缓缓停留。那原本很是精神的潇潇不自觉的就打起了哈欠，随后便睡了过去。不等彩铃开口，萧炎就笑着解释道，这是初步的药力挥发，等他睡醒了便行。彩铃自然是相信萧炎的，轻轻点了点头后就弯下了身子，轻柔地摸了摸小小的脸颊。萧炎看着眼前充满着母爱韵味的女王，一时间有些失神，随后轻声道，大哥说让我们办一场简单的萧家婚礼，也算是将你娶进萧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萧炎此话一出，彩铃的娇躯顿时就是微微一颤。彩铃其实知道萧炎于她更多的是一种责任，甚至她也没想过萧炎真的会娶她，可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对萧炎动了心。或许是她遵守诺言为两人的孩子炼制了丹药，或许是生死关头救他们母女于危难，像个踏着七彩祥云而来的大英雄，又或许是更早以前被萧炎那迎难而上坚韧的性子所吸引。毕竟他们两个真的很像，同样艰辛的想要保护族人，同样的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。谁知道呢，反正他爱上了他，而美杜莎一生只爱一人，认定之后就不会更改。如今他所爱之人说要娶她，萧炎缓步走到彩铃跟前时，就见那平日里冷艳的脸颊上布满了极为罕见的绯红与娇羞。萧炎心头顿时一阵燥热，那种燥热在手臂环绕住那柔弱无骨的纤腰时更甚。于是萧炎朝着最近的水源贴了过去，那手掌更是轻车熟路地攀上了高峰。之后就是满地的衣衫，满室的春色啦。随后的日子里，萧炎白天当爹爹，晚上做禽兽，日子过得好不潇洒。当然安置空间虫洞的事，萧炎还是有好好把关的。最终在玄黄要塞某隐蔽之处，萧炎展开了药老给他的空间虫洞卷轴。至于萧炎与彩铃的婚礼，其实并不隆重，仅仅只有萧鼎与萧丽出席。这场婚礼与其说是婚礼，不如说更像是领结婚证，其主要目的是确定名分，而盛大的酒席在后面呢。某天，联盟深处一处幽静庭院之中，萧炎三兄弟聚集在此。在前面不远处，彩铃正逗玩着潇潇，小女孩那脆生生的笑在庭院中响个不停。而萧炎看着那一见到潇潇就变得充满母爱的大美人，只觉得一阵心荡神摇。回神后，萧炎就又同哥哥们讲起了这些年的种种历练。萧鼎与萧丽很清楚，这些年为了家族，为了解救父亲，萧炎真的是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努力变强着，而整个家族的重担也都是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如果这是换做其他人的话，恐怕早就被压垮了。想到此处，二人心中也是轻叹了一声，三弟这些年辛苦了。大哥萧鼎突然的声音使得萧炎一愣，旋即微微笑了笑。萧炎轻声道，为了能够让我们一家团聚，这点苦算什么？大哥二哥为了保全我，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我若不思进取的话，那也太没人性了的。闻言，三兄弟对视了一眼，随后皆是一笑。远处的彩铃见到笑谈的三兄弟，只觉得一阵舒心。这种家的感觉让他觉得这些年的等候与付出总归是值得的。萧炎三兄弟的谈话持续了很久，直到萧鼎与萧丽了解到了萧家的前身萧族，以及萧族的血脉之力已经枯竭，最后仅剩的一点也全在萧炎身上。
萧鼎产生了疑问，因为根据他得到的情报，魂殿的那些强者似乎是想要将萧家所有人的血脉之力都给带回去。但萧家的血脉之力既然已经完全枯竭，那此次魂殿为何还要大肆而来？萧鼎这一问，让萧炎也反应过来了。对呀，如果是为了逼迫他交出驼蛇谷地狱，那仅用父亲一人便是已经足够，抓其他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看着萧炎拧紧的眉头，萧鼎微微一笑，随后告诉萧炎，不管魂殿究竟想干什么，他已经做好了部署，将萧家的人全部分散了出去。这样魂殿想要将他们全部擒获就绝不可能了，等日后有需要再将分散的族人召回便是。谋略方面还得是大哥呀。萧炎想了想，随后将天火三玄变取了出来，递给萧厉道，二哥，这里是一卷秘法，你可以按照上面修行，一些优秀的族人也可以传给他们。萧炎想的是，这天火三玄变是先祖萧玄创造而出，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得族人修炼出族文。虽说现在族人已经没有了血脉之力，无法将天火三玄变的威力发挥到最大，但不管怎么样也是能够提升不少的实力。至于修炼所需要的火焰，寻找点烧刺的兽火便行。接过萧炎递过来的卷轴，萧厉毫不客气的就将之收入了纳戒。3D 出品，必是精品。见到萧厉收好卷轴，萧炎方才沉吟道，如今联盟大局基本已经平定了下来，余下的事我也插不了什么手，所以等2日后我便是会再度赶回中州。这突然的消息让得萧鼎与萧厉都是一震，随后便是浓浓的不舍情绪。这么快吗？萧炎却是微微一笑道，如今联盟与星陨阁之间的空间虫洞已经构建完毕，日后要往来两地也不需要太久的时间。若是你们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过去看看，星陨阁那边我会跟他们说的。其实萧炎又何尝不想多待一段时间呢？但算算时间，那空间交易会就快要开始了，他必须尽快的赶回去。毕竟得到今年妖火，才有望彻底的突破斗尊层次，而只有真正的达到了斗圣层次，萧炎才有资格与魂殿这种势力对抗，那时才有希望救出父亲。后日就走。听到此话的彩铃拉着潇潇走来道，这一次你也随我前去星陨阁见见老师吧。萧炎轻笑道，毕竟他是药老如父，如今彩铃也算作他的妻子，自然是得去见上一见。彩铃一听要去见家长，当年的那个老东西差点没脱口而出。说起来，他与萧炎能够走到今天，少不了药老的助攻，否则萧炎早就不知道被宰了多少次了。萧炎蹲下身子，拍了拍潇潇的脑袋，又轻声道，另外将潇潇也带去星陨阁，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而且还能让老师教导他。现在的他已经是能够修炼了。闻言，彩铃虽心中不舍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对潇潇，他向来是宠爱却不溺爱的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彩铃等人的目光略微有些惊奇地望着眼前的空间虫洞。这便是空间虫洞吗？萧炎笑着点了点头。此刻他的身旁，小医仙、天火尊者、青云他们都在。至于其他那些受邀而来的强者，自然是解决完麻烦就先行一步拿报酬去喽。偏过头，萧炎望着萧鼎、萧厉二人，抱拳笑道，大哥二哥，我们这便动身了。日后若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便可直接派人由此去星陨阁，那里会有人接待。闻言，萧鼎二人点了点头，也是抱拳道，保重了。毫不墨迹地对着周围众人也拱了拱手后，萧炎便率先进了虫洞，彩铃他们紧随其后，徒留萧鼎与萧厉在原地怅然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